嗨，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9月的运势。那底下的话有3组选项，由左至右是1、2、3。还没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那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蓝色的扭蛋。那你们选到的选项是这个具体的领导力。蓝色的扭蛋呢，这个具体的领导力啊，就是你在领导人的过程中，你可能要透过不断的沟通跟对话去产生连结。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的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死神逆位，然后金币骑士正位，命运之轮逆位。好，那现在的你啊，我觉得你有可能已经当上了一个主管的阶级，就是从这个钱币侍者的状态变成这个钱币骑士的状态，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内心还没准备好啊？就是有点紧张，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你的能力好像你是很努力跟勤劳啦，也很有实力，但是我觉得在你内心你好像会有一点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不是说实力不好，而是我觉得是沟通上，因为这边有讲出具体的领导力，有可能你才刚升上去当这个主管，或者是去领导一个团队，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会让你觉得事情不顺啊，卡卡的，或者是说很多事情没有做到很完善。然后虽然你人很谦卑，也很愿意脚踏实地的学习，你是一个蛮脚踏实地的人的，不过有可能当上主管，或者是你迎接一个新的身份，然后你有点，那算迷失吗？就是人家不是说换了个位置，思考的角度会不一样吗？这张牌它其实也是有在提醒说，如果你想要有具体的领导力，就是不会让自己在领导的时候卡卡的，或者是说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做得不够完满，那你要去思考对你来说正确的事情跟信念是怎么样的，然后用行动来表示。那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一组的朋友们9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圣杯4正位，然后这组的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换季要小心这个支气管的问题。换季要小心，就你们可能天生支气管或者是肺活量就不太好，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钱币皇后正位，好，宝剑3正位，看一下这宝剑3是什么样的事情。好，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刚升上主管，你有可能上面还有在一个主管，就是你是中间的这个主管，然后你要带下属，上司脾气又很暴躁，你有点夹在中间不是人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平常在外面的时候，你会表现出其实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啊，因为刚刚有出现钱币侍者跟骑士，这边又有皇后，就代表说你在这个月啊9月，你是可以在事业上耕耘出一番事业的，但是你可能在事业上会有一些阻挠跟阻碍来考验你的领导力，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团队跟你的信念还有想法，就是你的一些价值观是会受到挑战的。不过如果9月你可以撑下来的话，你可以变成一个更有手腕跟智慧的。那个手腕不是说
要想尽办法把对方干掉那种，是你会变得更有包容力，然后更实际。虽然说你本来就蛮实际的，不过它会提升一个档次，就是你考虑的事情会更多。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可能蛮年轻的，或者是刚踏入这个领域，可能才1-2年，你就做到主管的职位，就升迁的很快。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离职就是还没有找到新工作的话，9月会有一个不错的机会，伸手来等着你接啊，要不要接就看你。对，不过如果接的话，可能你新工作的地方就是同事们都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啊，你比较脚踏实地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相处起来有点辛苦，沟通的价值观的层面不一样。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顾客的情绪，处理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只是顾客的情绪，但是你可能就跟他说，我们规定就这样啊，就是你比较老实啦，然后可是客人就觉得说啊，可是我这样子心情没有得到解决啊，就会可能会有这样鸡同鸭讲的状况出现，会让你觉得蛮受伤的，就是你明明就已经提出实际的方法跟诚意了。或者是如果你觉得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会回他做不到，但是没有去帮对方考虑到说，那做不到我的权益损失了，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具体的领导力呢，如果用在工作上的话，比如说有的时候像客人好了，如果假设他没有带袋子，然后你跟他说袋子要收钱，他也可以接受，因为就是你已经帮他找一个替代的方案。但是如果你就是没给他袋子，然后你又不卖袋子，他可能就会生气。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工作上有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比较实际面的实际面，就是要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去想。就如果今天是你，然后虽然说规定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如果他来找你消费，或者是他是你底下的人，他的资源又没有那么多，你就一句没办法，他就会想啊，连我的上司或连你都没办法啊，我这样子是要怎么办之类的，会有点这样子的状况出现。然后我来看一下，再抽另外一副，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9月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蛮辛苦的时刻，但是就是耕耘啊，这个时候你如果好好耕耘的话，月底会有蛮大的收获的，金钱上的收获。然后这边也有金币4正位，吊人牌逆位，不是宝剑，那个权杖2逆位跟宝剑4逆位。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前进跨越的话，你是要去面对你内心的这个伤痛的，因为这边有宝剑3正位跟宝剑4逆位。你如果正在休息一段时间的话，你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去面对自己的伤口或伤痛，你那个伤是没有办法好起来。就像你的脚已经受伤了，但是你一直没有处理那个伤口，它可能最后就会留疤，或者是好很慢，甚至伤口感染也说不定。就是它会有这样子的意向在，这个是比较偏向内心的活动，就可能你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你如果要做事情啊，你要记得9月要记得集中你的注意力，不要让你的注意力分散了。然后要看得更远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变成领导者，其实我觉得这边的领导者也不一定说要领导一个团队，而是说要去领导你自己，怎么完成，更流畅的完成你的工作，你想要做的事情，更审慎跟放大那个观点去思考，而不是只用小员工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你是要开始做大格局的事情的。如果你还用员工的角度去思考，你会蛮辛苦的，对。然后记得这个
9月啊，要记得存点钱，不要乱花钱。你可能压力大，就会想要花钱出去买一些超出负荷，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想要的东西。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你4月4月不是4月，9月，你9月如果好好的耕耘的话，你是可以守住你的一笔钱，然后去不管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投资的话要记得不要影响到自己原本生活用的钱。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多的钱可以拿去投资干嘛的，我觉得都蛮好的。投资理财，对，但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要记得哦，保守的投资，我觉得你们不适合玩那种什么当冲啊，会被当成韭菜割，就是直接被冲掉了，人家就拿到你的那个钱。对，吊人牌正位也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在9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观点或思想上的卡住，因为你可能会比较迷惘吧，不太确定自己怎么想，然后之前有的一些伤痛啊，跟过往的经验，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你可能沟通之前有发生，你跟别人讲，但别人没有很注重，或者是说讲了之后，对方就跟你翻脸了之类的。那这边的话，9月要记得把目光拉向你自己的内心，去想说，如果今天这个话我讲出去，别人听到我，我自己听到我这个话，我会不会觉得很受伤？或者是我这个话有没有为别人考虑到？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可能在喉轮的力量是比较匮乏的，有些话不敢讲。那如果是不敢讲的朋友们，要开始练习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你要成为一个领导者，你要有时候不管是领导团队也好，领导自己也好，你都是要先试着抛出问题问。比如说像你今天要领导你自己，你要问说，我9月的目标，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最在乎的是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达到跟实现？要用比较实际的观点去看待。之外呢，也要记得那个决定是要正当的，不可以是倾斜的。就有的人升官之后啊，他可能一时迷糊啊，就会去做一些只刑法上写的赚钱的事情，好不好？但这一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不会这样子啦，只是就是提醒一下，要记得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平衡拉回来，不要让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赚钱也会赚得很辛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9月想谈感情的话，感情上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些伤痛存在的。当你有伤痛存在的时候，你不是完整的，你会很容易想要去依赖一个人或依靠一个人。这种恋爱谈起来是比较危险的，就你谈了之后，你会比较容易想依附他，或者是对他有执着跟控制。所以这边的话，我会建议你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疗愈完自己的这个伤痛，再去进行下一步会比较好。这组可能有朋友刚分手，如果刚分手的话，可以先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要马上踏入下一段感情，好好的去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9月是一个你必须领导你自己的月份，就不论是团体还是你自己，你都要好好的聆听你内心的想法，然后跟外界沟通。对，好，那第一组的朋友们就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还可以找我个人占卜，没错。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绿色的球，那你们这个袋鼠也是绿色的。好，等我一下下哦。绿色的袋鼠，你要去消除你内心的障碍。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状况，好，看一下你是有什么需要消除的障碍。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挺好的。第一张牌啊。钱币10正位看起来挺好，消除障碍哦，看到了，宝剑5逆位，是家族之间的这个障碍吗？教皇牌正位，好，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啊，你想要消除的这个障碍，目前对你来说的障碍，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安全跟保护，那个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前进的障碍，因为这边有这个。钱币10正位，那他平常的解释就是说家族啊的繁荣之类的。那这边出现在障碍的话，就代表说，可能家里不用你担心吃穿，甚至会在你没有钱、没有资源的时候帮助你，或者是说你有想做的事情，但你就是一直留在家里做，你也不敢跳出那个舒适圈。那舒适圈其实对你来说可能也不一定很舒适，如果对我来说应该蛮舒适的，就是不用工作，就不是不用工作，就是家里有人靠嘛，至少不用帮家里还债啊。不过每个家都有自己的辛苦啦，我是这样觉得。这种繁荣的家庭呢，他的那个团结力啊跟向心力都会比较够。那他也会希望你作为家族的一份子，可以为家族的事业而努力。但你本人可能对其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这边如果是教皇牌的话，有可能你对身心灵有兴趣。那如果它当做障碍的话，有可能你现在的这个价值观或者是信仰，它已经成为你的阻碍了。一直以来你相信的价值观跟信仰会变成你的阻碍。就是以前可能会说啊，你就继承家族的产业啊，你这样子就好啦，干嘛要出去闯什么的？就这种会阻碍你，没有办法真的勇敢跨出那一步。就算你心中有其他的梦想，那这个宝剑5逆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身边是有一些小人，或者是他们会诋毁你，就讲一些风凉话，就说什么。哦，你都在家里就很爽啊，工作都不用担心钱什么什么的，就类似这种。不过你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压力，因为可能要回应家族的期望，或者是外界的恐惧吧。就当大家都知道说，你家这么有钱，你资源这么多，就会有一些很势利的人想要靠近你。然后如果你如果表现得很吝啬，可能还会被说小气。但有的时候又不是说你要这样做，就是又不是说有钱就一定要付出。你要不要付出就是干他屁事，你开心在付出啊。我有钱是我的事，凭什么要付出给你呢？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9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9月的运势，第二组9月的运势，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然后很愿意为他人着想的人，就是跟你的家族一样啊，是很有爱的，然后很保护。如果对方有什么朋友啊有什么困扰来找你，你都蛮乐意帮他解决困扰的。好，就这样。怎么那么多张？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呢，抽到这个皇帝牌正位、圣杯10正位、权杖2逆位、宝剑3正位跟愚者牌正位。这一组的朋友们呢，9月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想要突破的决心，就是你想要出去闯闯看看外面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但你看嘛，这是悬崖嘛，然后这是要去闯荡的世界，但刚好接着这张宝剑3正位，有可能你出去闯荡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
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边最大的这个困扰跟伤心的事情，是一直插在你内心的那个恐惧，就是你内心会有一些恐惧啊，跟拖延来说服自己说，哦，没关系啊，我现在这样也很好啊，出去外面很可怕什么什么的。可是你内心其实不这么想，你只是想要找一些借口来，就是拖延自己进步的速度。然后你的那个焦点啊，就会放在你内心的恐惧，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跨出去。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出去打拼的话，你的家人是很支持的。就是你如果愿意跟他们讲，你看这个人有圣杯10正位，就是如果你的这些恐惧啊，跟这些外面的流言蜚语，你的担心，你跟他们讲，他们是可以帮助你化解的。就是好好的跟他们说，然后你如果真的想跨出去的话，你要先自己展现那个决心。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家族很庞大的话，可能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你就要展现出你要出去闯荡的那个决心，他们才会真的认同你的这一份决心。不然他们其实也会有点担心，就是你这样子出去，然后钱赚的没有比较多，又这么辛苦，他们是心疼你啦。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要去完成我们自己想完成的事情，自己想持续的信念。我自己是这种类型的啊。有的人会觉得工作是一个赚钱的手段，但我觉得人生都要花1/3甚至2/3的时间都在工作啊，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认同的喜欢的工作呢？我自己是这样想。而且一开始做没有什么钱啊，你认真做，你喜欢做就会认真做啊，你认真做就会赚钱啊，这个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啊。总而言之，我觉得认真做的话，然后喜欢做，又是你拿手的，就这3个元素都集结在一起了，还要不赚钱，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对，这组的朋友如果想跨出去的话，要先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面，然后要把格局放大，不要聚焦在你内心的那个恐惧，不然你永远跨不出去，你就一直待在原地内耗。虽然说你在原地内耗，你现在状况其实没有不好，我觉得是过得蛮不愁吃穿，对，不愁吃穿。家庭气氛和谐，但是你内心会打架，会纠结。对啊，这边有这个宝剑9逆位跟宝剑1逆位，这组的朋友们可能都只有想，而且想的时候也都是蛮负面的，行动力比较少。这边看到这个行动力比较少，但我觉得9月可能会出现一个贵人来帮助你，有可能是家中的父亲的长辈，你可以向他询问意见啊，或者是想法，他会帮助你去跨越这个障碍。但他也只能给你建议啊，要不要跨出去就是你自己决定。这边有这个圣杯3正位，圣杯2逆位，宝剑4者正位，这是宝剑4者啊，然后宝剑9逆位。对，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如果是感情，这边有看到一些感情的牌，你有可能刚分手，就是失恋啊，心很痛，失恋，想要走出来的话，就跟朋友去聚会，应该心情就会好蛮多。这边有这个圣杯3，我觉得你会交到新的朋友你不用担心。你可能这一段失恋的日子啊，你是蛮难受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去包容你跟接纳你，但是这边不用担心，你会认识新的朋友在9月。不过如果你内心的这个创伤还没有治好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新的恋情跟关系的，就是没有办法用很放得开的心态啦。所以这个部分你还是要照顾自己多一点，展现出你的气魄，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都是。
在家里也是啊，就是如果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就要出来做做看才会知道。那这个袋鼠的话，它这个消除障碍，它消除的方法，它这个是深绿色的，所以我觉得你有的时候面对自己也会有比较假面的状态，伪装啦，会伪装自己过得很好。伪装自己没事，但其实内心都已经受伤了。你应该重视自己内心的这个伤痛，不然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跨出去的。而且你要跨出去的话，是建议你整理好心情，不要是因为害怕然后驱动你去做这个前进，因为这样你只会直接一头栽进去那个恐惧而已。所以要先梳理好自己的心情，确认好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不要逃避。这个如果逃避的话，它就是一直跟着你而已，没有消失的那一天。你只是让那件事情比较晚发生，长痛不如短痛，就不如现在刚好有这个时机点，就一次解决掉，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踌躇在原地了。你适合去更远、更宽阔的地方，对，展现出你的行动力跟气魄，然后家族的人会为你加冕，而且你自己行动之后，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就会越来越有自信，然后放下你的那个假面，就是你不用再用一些东西来包装你自己了啦，因为已经过得很好了嘛，需要一些东西包装自己，就代表说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就不需要那些假装包装的东西啦，对吧？好的，谢谢第二组的收听。想知道更多可以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谢谢你们哦，拜拜。嗨，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水蛭，它是从恐惧转向爱。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状态。好，这3张吗？不行，再洗一下。你等我洗一下。这边的话，抽到正义牌逆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最近的状态可能比较失衡就是恐惧跟爱的这个部分，可能往恐惧这边倾斜了，所以你就会看不见生活中爱的部分。钱币1正位跟钱币7逆位，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的那个爱跟恐惧的状态是失衡的。有的时候恐惧可以驱使我们前进，但当它太多的时候，会阻碍到我们的前进，让你在原地踌躇不前，或者是说内心会觉得没有办法受到公平的对待。失衡的时候就会爆炸。那黄色呢，其实是我觉得你们这组的人是在别人眼中很闪亮、很有魅力的。然后你也喜欢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么觉得，只是因为你没有自信，你会怕，你怕你展现出你的光芒，没有人可以理解。我相信，如果这个世界，多一点包容跟理解的话，你是很愿意展现出你的光芒跟你的智慧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有可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事业，在转职啊，或者是升职加薪，有一个新的金钱的门户，或者是自己出来创业也说不定。那另外一种的状态呢，钱币7正位，你可能在看你过去耕耘的这些对你来说意义在哪里，或者是你耕耘的那个状态，就你觉得你之前只是傻傻的耕耘，但没有用策略或者是一些心法在耕耘，所以你就停下来，你就想说，现在这个生活啊，这个状态是我要的吗？我喜欢现在的我自己吗？因为这边嘛，抽到正义牌逆位，我觉得你是有一点恐惧跟失衡的，所以你就停下来看了这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连起来的话，有可能是你正在创业，然后这个创业你就想说啊，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哦，这是我要的，但是我觉得我经营的策略好像没有很好啊，或者是我觉得这组的人可能有点杞人忧天呢，就是粉丝有稳定的在成长，也许速度比较慢，或者是你觉得投入的努力没有像你想象中的收获这么多，你就会停下来，对，你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你就停下来，你会有所恐惧。我们来看一下9月份你的运势会是如何的呢？好，力量牌正位，然后隐者牌正位。9月，太阳牌逆位。再一张好了，看一下啊，怎么每一个人都受伤？这次宝剑三组都有出现诶，大家最近是这个伤痕累累是吧？每个人都伤痕累累。然后这个是愚者牌正位，这个上一组也有抽到，选这一组的朋友们有可能上一组跟这一组都会选到。如果你对上一组也有感应，也可以回去看看。力量牌正位呢，我觉得你在9月的时候会拿出你的勇气，你可能会觉得啊，新的机会都在眼前了，我耕耘的其实也没有不好，有的时候只是我自己，想要求速成啊，或者是想要更快，让自己去失去了勇气跟信心。那9月份，我觉得你会重拾这个信心跟智慧，无论是去进修也好啦，还是做一些调整跟改变，你会更加的对自己的人生跟事业负责，对。然后我觉得在9月，你也会慢慢去拔出你内心的这些伤痛，你是愿意去正视这个伤痛的，所以你正视这个伤痛的方法，你是不是有点好奇，就是要怎么正视这个伤痛的方法？就其实有的时候是很纯粹跟单纯的，你看这边有这个白玫瑰跟这个狗狗，狗狗的话它其实就是很忠诚啊，然后在塔罗牌是代表高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很纯洁、很单纯，像小孩子的那种心态去关心你自己。就比如说你难过，你就问自己说：“怎么了吗？还好吗？”这样子看待那些伤痛，用更温柔的方式。就是他这边说的从恐惧转向爱，不要用恐惧的方式来吓自己。可能你自己已经受伤了，就会说你再不站起来的话，你就一辈子这样。就是不要这样吓自己，你就要说我现在只是暂时的受伤了，我知道我有一天会再站起来，我需要几天疗伤，或者是我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会让我受伤，然后我受伤的点是什么。当你愿意去面对的时候，这些伤痛就会从你的心这样子掉下来。我觉得9月对你来说是一个疗伤的旅程，然后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也会慢慢变得乐观。你以前可能是悲观主义的，就是10件事情有9件做好，然后如果有1件做不好，你就觉得我超烂的这种人。但是你现在会开始慢慢的练习说，如果10件事情有9件做好，1件就是有点出问题，你就会鼓励自己说：“我已经做好9件了，我觉得我蛮棒的。”这样子开始看向自己的优点，还有别人的优点。因为像水蛭，它代表这张牌，就是说水蛭它其实是有这个解毒的功能，然后但是我们人类会从外表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功能就误解它。觉得它很恐怖，会吸人家的血之类的。对，它会吸人家的血，没有错。但听说他们如果吸人家血，好像可以促进什么血液循环，这个要特别查资料。就我不太清楚它怎么解读啦，但就是之前学的时候那本书是这样子写。刚刚上网查，好像查不太到资料。如果有水蛭的专家。动物、昆虫的专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让我更了解
这一张牌。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看到他外表啊，可能这样子就会有点害怕。但当我们愿意去深入了解自己内心的伤痛，或者是别人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贴近他人的想法。那我们学会包容自己，自己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或者是试着去理解别人，我们就可以去接受更多东西，让自己成为宽广跟无限的。因为这边有这个隐者牌正位，就代表说隐者牌它是私底下去自己去进修嘛。那我们在进修跟看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批评的眼光去进修，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老师教这样，然后他讲这么简单，怎样怎样的。就如果是批评的角度的话，有些东西就会看不到，你就学不到，因为你就是用一些很狭隘的角度去看。那这边的话，我觉得9月的话，你会调整你的心态，让自己去接受更多宽广的事物，学习慢慢变得正向。我觉得正向不是说都不悲观，而是你想了最糟的结果之后，你会觉得啊，最糟也就这样了。然后为什么我不试着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呢？这样子的感觉，对，就相信自己可以做好啊。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先相信自己会搞砸这样子？可是会搞砸很正常啦，谁一开始做不会搞砸，对不对？再看一下，好。这边还有钱币正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真的在进行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世界牌逆位、星星牌逆位跟皇后牌逆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9月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多休息，早点睡觉。这组的朋友们可能蛮喜欢熬夜的，日夜颠倒，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那个身体的抵抗力很差，你会生病。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眼前出现这个新的工作机会，你会抓不住，因为你就没有好的体力跟精神去面对这一件事情啊。所以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女生的话要注意妇科，就是子宫相关的疾病这样子，还有胃那边，因为这边有那个黄色。胃的话，那边也要注意，有可能你们压力大，给自己比较多的压力，你就会胃痛啊之类的。对，世界牌逆位，星星牌逆位，我觉得你还在努力的显化你内心中的想法。比如说，你原本计划你要去工作，完成某一件东西，然后你就会计划说，我要达成我心中的这个理想。但你内心一些比较悲观的想法，你可能时好时坏，有时候焦发作，焦虑的焦发作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说自己做不好怎么办之类的。然后那个梦想就会离你越来越遥远，因为你可能假设你花2个小时在焦好了，可是那2个小时你原本就已经可以先把你焦的事情做好了，然后你就花那2个小时在焦，就是他这边就是说，你要去注意自己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出现，对，要相信自己，有勇气的去面对，然后将那个恐惧转向爱，你就可以转动你的世界。你现在可能蛮卡，9月也会发生一些事情来考验你的决心。就比如说，如果经营自媒体上升的速度很慢，就是在考验你的决心。你愿不愿意持之以恒的经营，然后不在乎流量？我觉得要做到不在乎流量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心里自己会知道，刚起步或者是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耐心的陪伴自己，去经营自己心中的梦想？我觉得不要在乎流量，不是说我完全不在乎这个事业，而是说我已经尽力的做到最好了。那
有缘的人就会看到我的这个影片。对啊，这边的朋友们就是不要放弃自己，我们要坚持的下去。你可能前一阵子蛮痛苦的，对，有些事情是我们当人类还活着的时候才可以办到的事情，所以要战斗嘛，为自己而战到最后一刻，就是这样。好的，那谢谢第3组的收听。想知道更多讯息，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